我不说同性恋，对宇宙一切万有那个真正的神来说，恶魔是一种罪嘛？那他可能屠杀很多人啊，灵魂啊什么的。这个东西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善跟恶是这个世界二元性的两边。那如果我偏向善，极善非常善，另外一边偏恶非常恶，它就是这个世界钟摆的两边嘛。那神到底是什么？神如果是只关心善，然后唾弃恶的话，他就不能够站在最高的位置，他只能够偏向一边。那这样的神当然是存在的，但是这样的神就不是那个绝对的宇宙一切万有，也不是所谓的真神，他就是偏向善的这一边。他可能是一个很高频率的存有，但是他不是宇宙一切万有。很简单的说，就是不管你二元性摆荡到哪一边，宇宙一切万有它只是那个钟摆，它支持着恶，也支持着善。它为什么支持恶？因为用来表现善。为什么支持善？用来表现恶。这只是这个世界阴阳的一个现象而已。坏只是凸显出好，好只是凸显出坏。它本来就是这个世界运作的一个现象。真神他站在钟摆的中间，他并不会有任何的。那这么说，那像我们选择扬升的人，不就代表说因为我们偏一边，所以就不是神了？不是，我们当然偏一边啊，我们就是偏这边啊，我们就是偏向善啊，我们决定就是这样，这是个人自己灵魂的决定，你可以决定偏向这边，也可以偏向那边。我们不是神，我当然不是神啊，我还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我就不是所谓的宇宙一切万有。就有些人会说，不要去偏善或恶什么，我们要站在中间，站在中立，那这才是神。这个我要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，什么叫做中间？你钟摆的两边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，然后中间的地方叫做中间。我既不偏善，也不偏恶，我就站在中间。但是站在中间其实是没有力量的，我没办法支持善，我也没办法支持恶。真正的中间，真正的中心点是那个钟摆的中间，它支持着钟摆摆向这边，也支持着钟摆摆向那边，它永远支持着整个现象，而不是支持某一边，它就支持整个宇宙的二元性。它一定是在中间，而不是在底下的。我既不偏左又不偏右，我就站在中间。那个点反而是最没力量的，就是我也没办法给予善任何的支持，我也没办法给予恶任何支持，我只能站在那边不动。你不要说我恶哦，我不是恶哦。你不要说我善哦，我也不是。这个叫做不沾锅，不沾锅，就是你也不要说我这样，你不要说我这样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不是哦，我不是支持的，我不支持同性恋，我也不支持异性恋，我都不是，我站在中间。就我们有遇过类似这种情况，然后我就问你说，那他这种状态是怎样？所以他是神吗？因为他说这种状态才能什么。我也忘记他说什么。真正的所谓的神，应该是这么说了。游戏里面是我们这个游戏是二元性游戏场，那你可以跳出游戏，那你就登出。在我们的玩家的角度里面，他没有善恶，他只是纯粹的观察嘛。那所以他也不会去支持善或支持恶，他纯粹的觉察。我们在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如何跳出来变成玩家，这个部分我们有跟大家说。那我们也可跟大家说，在游戏里面，我们的角色是选择善的，那我们也支持善的。那这是我们游戏里面的角色。那同时，我的玩家的角度，玩家本身是没有偏任何事情，它是游戏外的，所以我们也分享如何跳出来，用玩家的角度去看世界，甚至登出回家，这些我们也有分享。所以这很明显就是在玩家的角度，它是没有任何取向的。你们可以，我们也分享了这样的讯息，然后你们可以选择跳出来。那在游戏里面，我们提倡的是频率的提升、扬升，然后朝向善的一面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们是玩善的这一边，那你也可以去选择玩恶的那边，没问题啊。只是我们的讯息、我们的影片都偏向这一边。那你喜欢这一边的讯息，那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分享这样。就是我们有遇过的情况，就是别人说什么是恶的，什么是恶的，什么是负能量，他就会说我没有感受到它是负能量。然后有人说这边是正能量什么什么，然后他也说我不会觉得没有感受到它是什么正能量。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跟神有关，这是难道跟智商有关吗？不是，连判断善恶的这种
都判断不出来，难道有问题？今天你跳出来以玩家角度看，不是说没有善恶，你还是看得出很明显善跟恶，只是你对善恶并没有任何的想法，你不会支持恶，也不会支持善，不是说分辨不出来这是善的，这是恶的，那跟是不是神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啊，那神看善恶，他还是知道这是善，这是恶，他只是对这个并没有任何想法，他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游戏而已。他没有特别的想法，说支持善支持恶，他不会有这种想法。只要是灵魂去体验生命，他都支持你。你用什么方式去体验生命，你自己决定。你要用恶的方式体验生命也可以啊，那是你自己的决定，神都会支持你。神就是一个中立，他不是判断不出来善恶啦。那怎么会是神呢？就连人的程度都达不到，如何成为神？神不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人。对啊，就是哦，我看不出这是善，哦，我看不出那是恶。我可能能理解他的意思啊，他就是可能有接受某一个观念或是信念，就觉得说不偏恶不偏善什么的，就是在中摆的中间，就自己就是神。所以我看到恶，那可是不是这样吗？就是我看到恶，那也只是我心中有恶才会看到恶啊，而我心中有善才会看到善啊。那所以都是自己看来的啊。其实那个现象非恶也非善，不是吗？没错啊，现象是非恶非善的啊。但是我的认知有善恶。如果今天我的认知没有善恶的话，那我根本连世界都不知道，就是连现象我都不存在了。那是回家的状态，那不会在这里讲这些事，就不会说我看不出是善，我看不出是恶。非常简单，就是我看不出是善，我看不出恶，这种本身它还是有二元性存在。我看不出善恶，跟我看得出善恶，那不就形成二元了？又是二元，又是二元啊！你还在二元啊？它还在二元里面啊！我不偏善恶，那就是有一个不字哦。那我偏善恶就是是，然后这个是正，这个是负，那不就还是有正负吗？不要以为这样脱离了正负，脱离了两边，没有啊，完全没脱离两边。真正的神不是这样，真正的神是完全给予。对啊，这是陷阱哦。这是陷阱题。就以为我不偏善恶就好，我不偏善恶，那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是站在中间那个，而不是中摆的。这有点像是我不比较，其实我不比较也是一种比较，也是一种比较。真正跳出来只是纯粹观察，哪里有意见呢？哪里会想说去跟大家讲说，我其实感觉不出善，我也感觉不出恶。当他在说这个时候，这整句话他还是信念架构，他还是一个观念。所以怎么可能是跳出来纯粹观察而没有信念？不是啊，那就是纯粹的信念，他抓着某种信念而存活，这样的状态不是什么神啊。就是真正的跳出来的，不会去说一句话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对，如果跳出来纯粹是站在那个观察着，然后观察一切的发生，那就只是看而已啊。不会有意见，意见都是里面的那个人物用信念来行动嘛，都是信念的。那你可以操纵这个人物用信念去行动，但是这时候你不能讲我这个人物是神哦，神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使用信念在存活，他怎么会是神呢？就是 ID 可以取名为神，你 ID 可以取名为神，但是那个你的人物其实不是真的神，外面的玩家是神，所以你不会，外面的玩家不会发言在游戏里面产生效应，而是那个人物才会有他的偏向取向。即使他说我不偏任何一边，这也是一种信念。那他还是人物的作用。自己解开了很多陷阱题耶，觉得其实大家会被很多信念的迷惑了。其实，在信念系统下，我们把信念拿来作为我们的用，而不要被信念抓住。对啊，就像同性异性这个议题，其实大家以爱为出发点来生活就是这样，不需要有太多的我支持某一种想法什么的，然后后来也可能会被利用成。对啊，某一种阴谋或作用等等。对啊，纯粹以爱为出发点就不会有问题了。